今天上午让一姑娘气得我血乱窜，嫌我给她介绍对象呢是一个不如一个，越来越差，说我是有意针对她。听了咱那个气啊，你们得评评理啊。他年前是28岁啊，是个公务员，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工作，反正就挑得很啊。年前呢给他介绍了有3、4个，这男士一啊，30岁，在法院上班的，有车有房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小伙子人长得挺好，就是个子矮点168。哎呀，但凡过了175，他也不至于现在没个对象啊。他去见了，嫌男士个子矮不够男人，哎呀，气的啊。男士2啊，27岁，比他小1岁。人家学历硕士，3甲医院的医生，个子高，条件很好，男方也接受啊，他大一点，觉得2个人只要合得来就行嘛。这2个人见完面啊，他直接告诉我不合适。你们永远都想不到相亲对象拒绝你的理由是什么，就是因为相亲吃饭，男方没有主动给他倒水，他就觉得这男士对他不够尊重，拒绝了。上火吧。男士3啊，设计院工作，也是个硕士，32岁，他也给拒绝了，就是因为男士戴个眼镜不够帅，怕遗传。气得我直接不敢介绍了，王八关门。这种啊咱就不伺候了。年后急了呀，快30岁了，着急忙慌的跟我说要找对象，哎，说亲戚家的弟弟妹妹都结婚了，他就很焦虑啊。咱一听啊，心软的，又给他推了2个，一个是公务员，30岁，有房没车，他就觉得这个男士啊，这个年龄了买不起车，这条件也太差了吧。你听听啊，他这些理由啊，气得那个肺管子都给撑堵了。又给他推了一位国企的高管啊，比他大了1岁，短婚3个月啊，未育。他一看资料气炸了，说之前还给我推荐的是未婚的，现在开始介绍离异的了。他要找体制单位的，那家庭条件要好的，长得帅的，情商高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去年整个相亲市场上主力军是94、95、96年的，过了年之后，这主力军就变成了97、98、99，还有很多00后的。当你还在纠结是选医生、选公务员，嫌弃他个子矮，还有他近视眼的时候，人00后都愿意认识啊，谁还选你啊？让他放低一下择偶要求，你可以找体制单位的，但是别要求人长相了，他不行。说长得不好看，这心里啊喜欢不下去啊。那你找帅的可以，别太卡人家工作了，他也不同意，他就非要找那条件好的。这辈子我就站这一回啊，一定不能将就。你说说啊，我又不是人贩子，又不能给你把人绑来，我也不是杀猪盘，啥都能满足你，所以啊，我不介绍了。他呢就一个劲儿责怪我，给他介绍相亲对象一个不如一个，越来越差，给我气的啊。当初给你介绍好的，你不是嫌他们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现在很多条件好的，人家一看你年龄，那就不愿意啊。你能看上的25、6岁的姑娘也能看上，为什么要选择你啊？他说啊，那个时候没想到后面会这么差呀，但凡之前的哪一个我现在都同意。说着说着要吃回头草，要去找去年那个医生啊，我一听啊，直接给拒了。优秀的人脑子是瓦特了吗？要被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，何况人男士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他一听就开始埋怨我啊，当这个男的那么喜欢我，我也没有拒绝，我只是想当个朋友而已，你也不劝劝我，你自己挑还怨我身上，是我不让你嫁了，还是拦着迪拜王子不让他娶了？婚恋市场是具有排他性的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哎，这话没毛病啊。不论男女，黄金年龄是23到28岁。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觉得相亲对象质量越来越差的时候，你就得考虑啊，是不是你自己在相亲市场上的价值越来越差了。你28岁，身高180，8块腹肌，年薪100万，哇！我给你介绍一个30岁，身高150，体重120，父母低保在家无业的女生给你吗？那是在侮辱你，我这不找骂吗？你32岁，身高160，体重160，一大块腹肌，年薪5万，无房无车。我给你介绍一个25岁，身高168，体重100，前凸后翘，貌美如花，年薪20万，父母还是国家干部的，那不是在侮辱人女方吗？婚恋市场啊，讲究的是价值匹配。当你年龄越大，你的价值是下降的，条件再好也比不过年轻的潜力股吧。在相亲市场上有很多大龄的单身青年，过了3、5年还是坚持以前的择偶标准，不降低，最后你只会越来越耽误你自己。散会，关门，再无理取闹我就放王八。哎呀，你说气不气人呢啊？有些人相亲呢，浑啊都整那幺蛾子。上周末呢，有一对相亲男女啊，约好中午11点钟去火锅店吃饭。那因为周末人比较多，怕订不上位置，所以就早点去。结果阴差阳错，这相亲姑娘看成了1点钟去吃饭，于是这男士就早点到了呀，在火锅店门口的这个休息区等着。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姑娘，坐下就问他：“你是相亲的吗？”哎，男士一听啊，说是的呀。抬头一看，哇，这姑娘可比照片好看太多了呀，那是满心欢喜啊，立马招呼这姑娘去店里面坐下点菜吃。大家想想啊，一看到自己的相亲对象，那是一位盘量调顺的大美女，那心情肯定是格外激动啊。哎呀，稀里哗啦的就给一顿点呢，好吃好喝的全给上了。整的人这姑娘也不好意思啊，这认识期间呢就把手机啊调成了静音。还有菜上齐了，俩人就开始啊吃饭聊天，全程呢聊生活聊的比较多啊，也没聊什么个人情况，所以就算聊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他也没有多想。
相亲过程啊，用男士的话说，那叫做如沐春风啊。两人是越聊越开心啊，甚至还约好了等会儿吃完饭就去公园逛逛街看看电影。嘿，正在聊得很开心的时候，男士电话响了，一看呢是相亲对象的电话，他还愣了一下啊，直接呢就问对面的女士啊，说你给我打电话了吗？人对面也很懵啊，男士就接起了电话，电话里面问他在哪，他进饭店了。然后男士就转向头啊，看向门外，一个姑娘呢也看到了他。那一瞬间啊，男士意识到啊认错人了。哎呦，当时现场刚干的哟，男士形容说呀，都差点想钻那个桌子缝底下去了。对面这个姑娘呢也是啊，问了这个男士，哎，你不是谁谁谁吧？男士说我不是呀。这下好了，相亲做错桌了。人赶来相亲这个姑娘一看着一桌子吃剩的饭，那都是憋屈啊，别说这气到哪了，就问这个男士什么意思，相亲还得再排号的呗。把男士尴尬的也是起身连连道歉啊。对面这姑娘也抓紧起来道歉，说自己弄错了。男士一看呀，对面这姑娘要走啊，立马追了过去，要了个微信。这一操作呀，把人来相亲这姑娘气的呀，脸色都特别不好看，要求男士啊重新再点一桌，说自己不吃别人剩饭。那男士也挺不好意思呀，就换了个桌。结果这姑娘生气嘛，就点了很多的菜。她性格呢偏向有点强势啊，就有点得理不饶人，那就不停的抱怨呀自己是被挑剩的。男士也自知理亏，也没敢说太多啊，就主动岔开话题啊，做了个自我介绍。哎，这聊到学校的时候，男人说自己是985，谁知人姑娘却说呀，985算什么？我上一个相亲对象那都是硕博连读的。男士就问他呀，说你是哪个学校？这姑娘说完呀，他一查是个3本学校，顿时男士就觉得对他印象就很差了。这姑娘情商可能也不咋地啊，上来就一顿点评说呀，男士啊长得不合他的意，个子不高，长相丑等等。男士听了肯定也不愿意啊，这两个姑娘反差太大了。你说一个长得漂亮，性格又温柔，一个就是这个照片啊，性格还野蛮。于是呀，饭没吃几口就开始怼这个姑娘，说自己不适合当舔狗啊，不会哄她开心，两人不合适。这姑娘是越听越生气啊，说男士也不尊重她。男士呢起身就要走，说这顿饭 AA， 接着转给姑娘300块钱，然后删了好友。气的这个姑娘呀，跑过去啊，抓着她去要理论，凭什么到她吃饭就要 AA 了？男士解释说呀，这一桌菜呀自己是一口没动，说这个姑娘太傲气了，不想跟她认识。于是呢，这个姑娘就给我打电话和我抱怨，哎呦，我这一坐车这一路啊都堵得慌，说这个男士啊明明做错了，怎么还成了他的不是？我呢跟男士沟通呀，哎，这个男士的意思啊也是说这个姑娘态度不好，也不礼貌，自己做错虽然是错了也道歉了，他还是一副不饶人的样子。最后两人是谁也不想联系谁了。给你们说个最后的结果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。就那一天，这个姑娘不是点了一桌子菜嘛，怕浪费了饭，喊来了另一个相亲对象来吃饭，并且给买了单。我听完是着实佩服呀，哎呀，臣妾真的想不到啊。具体后面怎么发展我就不清楚了。有些人呢，千万别把相亲啊当成养狗场。成年人相亲啊，无非就想找个处得来的对象，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并非故意的事情，大家就要互相去理解。相亲只是见个面就整这么多的事儿，那谁还愿意相处下去呢？还不拉黑等着什么呢？说真的，相亲就像开盲盒，不打开之前，你很难确定啊里面到底装的是屎还是巧克力。今天一位43岁大哥来找对象啊，未婚保安队队长，没房没车，父母主要是务农的。咱也不知道是不是队长这个职业赋予了他什么。我问他择偶要求，他说要找个年轻的，30岁以下，能生孩子不要彩礼的。听完我都愣了呀，大哥你别来我这做梦了啊！你一个平时放屁都打脚后跟的人，要是能有那能耐那运气，能找个小10岁的还不要彩礼的，那也不至于来相亲了呀。他说自己是个潜力股啊，想当年以一人之力啊，是撑起全公司啊，上到老板下到员工都得靠他吃饭，一个月赚的最多的时候都能达到8000多，大家都嫉妒他，导致他失业被算计。他和我说呀，他最近准备开个有特色的饭店，正在融资100万，这个饭店未来的盈利至少是1000万，那个时候谁跟着他那可就享清福了呀。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找一个年轻优秀的姑娘配他。听完真的没有控制住啊，我眼前飘的全是牛啊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，一时之间我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我先试探的问他的择偶想法，我说30岁以下的人呢，这种姑娘我肯定是帮不到你，35岁以上你要是同意我给你看看，彩礼这事啊咱就别想了，先认识人吧。他说行，那就先看看。我问他38岁离异带个女儿行吗？他说不行，我现在没有钱，没办法给别人养孩子，这以后有钱我也不甘心养。听完我就忍了。那离异不带孩子呢？他说不行，有孩子呢以后肯定也会联系，还得给抚养费，这对他不公平。我再忍。那有一位39岁未婚的女士行吧，没孩子也没结婚还没负担。他说不行，年龄太大了，他要准备生2个孩子，这质量不好。
而且自己呢是很有想法、有事业心的，以后啊赚了钱，这孩子多了可以继承家业。听完真的是刷新我的三观和眼界了啊！你都43岁了，女方未婚35岁以下还能给你生2个孩子，靠画大饼和你过日子吗？你要么踏踏实实的找对象啊，别搁这做白日梦，要么你就出门左转，赶紧走。最后他跟我说呀，那找没孩子的寡妇也行啊，这离了婚没生孩子的也可以，长得丑点胖点都能接受，只要能生孩子就行。哎，他说完我还真想起一位啊，有一位34岁未婚，长得矮了一些，这个1.5米的身高啊，腿部有点残疾，不太好找对象。他看了资料说可以，能生孩子就行。电话联系了女方之后，人家女方说呀，自己是没父亲，这母亲啊目前瘫痪在床，需要照顾，自己对男方呢也没有太多要求啊，能帮他分担一些生活压力和体力劳动就可以。他听完就犹豫了，说换个吧，自己也没钱，这家庭条件负担不了，也没能力啊去帮他。听完一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哎呀，喝了口水差点给喷出来，我怼他我都找不着词儿啊。最后他跟我说呀，实在不行啊，让我帮他找个女方条件好的，有车有房，一年能赚个20-30万的，对他也不错，他愿意去入赘。临了还强调了一下他的价值啊，自己以后肯定是要赚很多钱的。反正我是听不下去了，赶紧给他送走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店儿这女大佛她也没那么多呀。